人是魏婴，他在岸上睡着了，想来是这个姿势不大舒服。他手指蜷缩，眉头时不时地皱一下，睡得并不安稳。蓝忘机本能的不想吵醒魏无羡，盯着那衣服看了好久，认出这是他第一次亲吻魏无羡那天被墨笔弄污的衣袍。他轻轻走上前，蹲下来，抚摸绘在衣服上的图案，一只只喜鹊翘着黑亮的尾翎，翅羽下泛着隐隐约约的蓝色，细致生动，可爱极了。它们飞舞在雪白的衣料上，把素净的校服变成了一件仙衣，无端撩动少年人的起念。原来魏婴的画工这么好。他的眼神不知不觉移到了魏无羡脸上，细细描摹着他的眉眼。魏无羡扭扭身子，醒了过来。蓝湛。他睁眼的瞬间，蓝忘机迅速站了起来。晕乎乎的魏无羡以为他又要逃跑，跳起来一把拉住他的袖子。蓝湛，你别走。并没打算逃跑的蓝忘机突然被抓住，不免窘迫地道：我不走。你真不走？不许唬我。魏无羡不肯撒手。真的。蓝忘机看他这副不安的样子，声音都温柔了些许。哦。魏无羡这才放开爪子，拿起衣服递到蓝忘机面前。这是你那天被我扯下来的衣服，实在洗不干净了，没办法，我就画了点东西把墨迹盖上。本来想画只仙鹤的，但总觉得太老气了，就画了喜鹊，你不介意吧？蓝忘机摇摇头，接过衣服道：多谢。哎啊，不用谢我。魏无羡挠挠脖子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藏书阁呀？看样子他这些天总是来藏书阁。蓝忘机不解道：你罚抄之期已过，为何在此？等你啊。魏无羡道，语气中有种莫名其妙的可怜。你前几天都没来，我寻思着你这么勤勉的人，今天总该来了，所以在这儿等你。蓝忘机听罢，看了看手里的衣服，微微点头。所以你这么久都没来藏书阁，不会是在躲我吧？等到我罚抄之期一过，你果然就来了。魏无羡失落地道，明明不久前还隐隐埋怨过这个人，此刻他站在眼前，却一点都狠不下心。并非。蓝忘机声音低低的扯了个谎。嘿嘿。魏无羡偷偷笑了两声。蓝湛，你这衣服是我弄脏的，画成这样，八成你也不会再穿出来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蓝忘机不看他，无妨。还有，后日就是七夕节了，江城他们要去山下的庙宇拜魁星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忙，不想和他们一起去了。魏无羡道。蓝忘机不明白他为何同自己讲这些，只得了一声。还有，我今天把抄完的雅正集交给蓝老头了，还问他以后不用抄书还能不能来藏书阁学习，他说可以的。魏无羡又道。蓝忘机微微蹙眉。哎，你居然只是我还以为你会当场发怒，然后把我轰出去呢。魏无羡笑笑，接着道：蓝湛，你关好门了吗？这次完。蓝忘机忍不住了，为何有此一问？我心悦你。一句话从少年唇齿间轻巧的跃出，吹动了疏晃的竹轴，叮叮当当，过耳如雷。是。半晌，蓝忘机才睁大了眼睛，只觉得那4个字过于灼热，热出了一层水雾，蒙在他逐渐出现裂痕的玻璃罩子上，叫人看不真切。哎，你别跑。魏无羡被蓝忘机匆匆逃跑的习惯搞出阴影了，本能地拉住他的手，死死不放。意外地，讨厌与人触碰的蓝忘机并没有甩开他，而是震惊地盯着他的双眼。你方才说，我心悦你，我喜欢你。魏无羡咬咬牙，字正腔圆地道：我就是想和你说清楚，我亲你是真心想亲你，不是开玩笑。但如果你是开玩笑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当我什么都没说过，大家以后还是同窗。脸皮厚如城墙的魏无羡忽然紧张了起来，梗得脸颊发烫，压都压不住。如果你也不是的话，你……蓝忘机小声道：你不是开玩笑。怎么可能是玩笑？魏无羡哭笑不得，你可是蓝湛啊，只要是关于你的，不论是什么，都不会是玩笑。这一次，蓝忘机耳边无比清晰地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。心悦？他嗓音颤抖，小心翼翼地问。对。魏无羡义正言辞地道。喜欢。蓝忘机眉头微紧。是。魏无羡再次点头，嗓音中有种豁出去了的大胆。玻璃罩子轰然崩塌，
突然改变的气压令蓝忘机胸口起伏，他忍住扑上去把人钳在怀里的冲动，艰难地道：“你真的？”魏无羡快急死了，双手蛮横地勾住蓝忘机的脖子，像盖戳似的把自己的嘴对到了他的嘴上。2日后，七夕节，蓝忘机带着魏无羡来到龙胆小筑，对着蓝夫人紧锁的门户拜了3拜，然后肩并肩坐在石阶上。蓝湛，你说我们刚刚算不算3拜礼成啊？魏无羡搂着一件白色的蓝氏校服，手里不甚熟练地摆弄着针线。蓝忘机挖出了当日埋在树下的墨额，坐回他身边，算。哈哈哈，你居然真的说算。魏无羡大笑，我们这顶多是私定终身吧？要是被王母娘娘知道了该怎么办？王母？蓝忘机懵了一下。你叔父啊？魏无羡低下头穿针引线。蓝忘机眨了眨眼，轻轻笑了一下。你笑什么？我问你该怎么办呢？魏无羡笑着对他。不知。蓝忘机很诚实地道，不过放心。魏无羡停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抬眼看他。我会护你的。微风吹起蓝忘机的长发，把他郑重其事的声音吹得如梦似幻。蓝启仁说到做到，七夕节给这些世家弟子们放了一整天的假，其他弟子都出去玩了，就只有他们2个偷偷地溜到了这里。你说这个？魏无羡举了举手中的衣服，看着蓝忘机疑惑的目光道，那次不是逼得你把袖子斩断了吗？我总觉得要给你补好才行，所以就想了点法子，向你家女修们要来一些针线。你会这些？蓝忘机认真地看着魏无羡歪歪扭扭的针脚。我原来跟我师姐学过一点，技多不压身嘛。魏无羡乐颠颠的道，他们都去拜魁星了，我就算不拜魁星也能考状元，与其浪费时间浪费感情，不如做点有意思的事喽。蓝忘机盯着他纤长乌黑的睫毛，有意思啊？魏无羡一怔，嘿嘿的笑道，不是穿针补衣，穿针补衣才没意思呢，但是补的是你的衣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你看你当初还没和我说明心意，就自己主动断了袖，如今想来我好感动啊，得为你做点什么才行。蓝忘机知他在打趣自己，揣着心里的高兴默默半晌，低头在魏无羡的脸颊上印下一个吻。魏婴。魏无羡没有抬头，听到蓝忘机在他耳畔低呲呲地道，我心悦你。院内的树梢上落了2只翘着尾巴的喜鹊，好像衔着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，打打闹闹地拼成一张微笑的脸。后记，从那以后，云深不知处就经常出现这一幕，紧抿着嘴的魏无羡呜呜地追着蓝忘机满处跑，跑到没人的地方便会被蓝忘机按住，提心吊胆地享受一个忘我的亲吻。多年之后，魏公子美其名曰是为了让蓝忘机解了他的禁言，但蓝忘机当时根本没禁他的言。